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我简直不能说放任你哭泣，你的泪滴像倾盆大雨，碎了满地，在心里清晰。我为什么离开？马上都要归零了，我为什么不离开呢？尊敬的面粉们好，出大事了，出大事了，跑不动了，跑不动了。哎，谁说跑不动了？跑路了，跑路了呀！跑鞋跑路了。哎，应该是跑路了吧？还是说差不多跑路了？还是说跑鞋它有新的大计划呢？哎，昨天 GMT 暴跌了接近50%啊，几乎是快腰斩了。为啥呢 ？OK， 我们来看这张图啊。GMT 官方声称，他们为了保护玩家的利益，为了积极配合中国的法律法规，因为中国政府监管的问题啊。所以呢，要清退大陆用户，因为中国政府监管的问题啊。这句话暗示的意思就是共产党迫害啊，共产党迫害他，不让他搞了。所以呢，要清退所有的大陆用户。这一下可不好了，因为跑鞋的这个盘子就是国人盘子，而且是大陆国人盘子，其中大部分的用户也都是大陆用户。有小部分台湾人和海外华人，还有香港人啊，英文用户，包括什么日文、韩文的用户，占比很少很少。那这样一下清退，把大陆人都清了，大部分用户都相当于GG了嘛？因为清退了，所以暴跌了。不过面具人，我也是有一些消息渠道的啊，毕竟我是名人嘛，我是博主，我有很多项目方的通天渠道。我在 GMT 崩盘的前10分钟，就在我的会员群里面发公告说，如果有人被币安的托给拉去买 GMT 了，赶紧挥泪斩了吧。在我警告完我的会员的10分钟之后， GMT 就开始崩了，一路下泻，从 1.3 1.4 直接跌到了 0.8 多。因为清退嘛。那么问题就来了，项目方为啥要清退呢？这一清退究竟是好还是坏呢？毕竟现在社区里面有很多声音说这个清退是良性的，是对经济体系有好处的。OK， 那面具人今天就从科学的角度，包括法律的角度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啊。各位跑鞋的用户们，你们别怕啊，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你们就会安心了。至于是去还是留，是加仓还是割肉，还是说动用一些法律手段，今天呢，我也会站在法律的角度给你们说清楚的。你们听完了以后，心里面一定会有个定数的。好，等一下，以后我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你们听到了这个数字以后，在留言区回复这个数字的正确答案，包括你的狐狸钱包地址，我就会从答对的人当中抽取1名，直接给你转账奖钱。帮你在大跌亏钱的行情当中回点血。那为了公平起见呢，哎呀，今天说话口水有点多啊。为了公平起见，你们的留言我暂时隐藏啊，3天之后我会显示出来。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这些都是可以卖钱的 NFT 哦，我送给你。面具人，我有钱任性嘛。好，首先来说一下官方的说法啊。官方说啊 ，GMT 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法律法规、中国共产党的迫害啊，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监管的原因，所以呢要清理大陆用户。那么这个论点是否站得住脚呢？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这个论点啊，之后我面具人再告诉你们一个，我作为名人得到的一个实情啊，是有科学支撑的。好，先来说一下这个论点是否站得住脚。因为共产党迫害，因为共产党监管，因为共产党禁止加密货币，所以他 GMT Stepen 要清退大陆用户。那面具人我就想说了，有2个非常重要的点啊，是人尽皆知的，地球人都知道。一，共产党它就是一党专政啊，全世界人都知道，人家共产党自己天天都在新闻联播、满大街贴标语，都说了，党管一切。党领导一切，党说的算，对不对？
那么你 GMT 要在大陆去割韭菜去运营，你是明明知道共产党党管一切的，他当然也能管你 GMT 了，对吧？好，第二，大陆是明令禁止加密货币的，那这个事情也是公开的啊，禁止加密货币，禁止挖矿等等等等，那这也是全世界皆知的啊，美国人、台湾人都知道，更何况这个大陆人出身的 GMT 的老板呢，他肯定也知道呀。好。GMT 是在知道了以上2点的基础上，他明明知道大陆就是这个德行，还要去大陆经营，明知故犯。那么这也就构成了 STEPN 在销售前、售中均未提出经营归属地的问题，而现在又用经营归属地的政策作为理由，一刀切清零大陆的用户，把他们的资产给清零，或者是逼他们去抛售。那这也已经构成了商业欺诈罪。现在项目方感觉好像之前说的那个理论有点站不住脚啊，又开始自己给自己洗地，说了他一开始就没打算做过大陆的业务，也根本没有提供大陆的任何业务通道和下载渠道。你们要玩，你们要投钱，是你们自己找上门的，是你们自己建，是你们自己犯了大陆的法律，你们活该被制裁。好。说得好，这个论点比上一个稍微能站得住脚一点，但是面具人我作为专业人士，我可以站在专业的角度反驳一下你 GMT 官方啊。好，你说你从来没有想过做大陆的业务，那你 GMT 请的那些简体中文的水军，你的 APP 注册端可以用中国手机注册，大陆的手机号是可以被识别的，是有短信服务通道的。你在微博包括 Telegram、Line 上面成立的官方的简体中文群，包括用各种各样的简体中文人士去简体中文区域打简体中文的广告，是否构成了主观意向与主观行动去做大陆的业务呢？而且还有很多的诱导成分。你说你不做大陆业务行呀？啊，你去做台湾的、香港的，你应該用雷猴啊、發水啦、歐姆雞啦、沙巴菲德啦，用粵語或者是台灣話繁體中文。可是呢，我們可以看到，大部分的 GMT 業務員用的全部都是簡體中文，而且做的都是簡體中文市場、大陸市場，對不對？幣圈小學生不懂法，人均文盲無所謂。你面哥我是法学出身的呀，对不对？你觉得你 GMT 这些侥幸的理由说得过去吗？好，这是于法啊，咱们在于情来说啊，人家大陆人给你投钱了，你把人家割了，回过头来还要说人家活该，人家贱，人家傻逼自找的。哎，我操，你 GMT 的官方真牛逼呀！啊，不过这些韭菜也确实下贱。还就爱玩这种骗局，一听啊 GMT 吹牛逼了啊，我涨几百倍、几千倍了啊，我全球有几百万的用户了，我每天赚几个亿了啊，1天回本3天回本了，他就激动，他就要掏钱，那也真的是有点贱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 GMT 动不动就清退大陆人，面具人我也寻思，哎，这 AXS 也没搞什么清退大陆用户的举动呀啊。AXS 还是人家越南人搞的啊，人家也没说把大陆人全部封杀了，怎么到了中国人的项目，到了中国人这里就不一样呢？怎么中国人就骗中国人，中国人就清退中国人呢？啊，中国人坑中国人就这么狠呢？啊，外国人都不坑中国人这么狠，对不对？啊 ，X 还算是啊，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哎，无力回天了。但是你 GMT， 你这完全都是主观、客观、主动的，对不对？哎，不过这都不重要了，咱们吃一堑长一智啊！你们这些散户也把人家项目方咋不了？你说你要去告他啊？你满共才投了3万、5万、10几万、20万，对吧？你跑到澳洲去告他，搞国际诉讼，你那点钱连个飞机票都买不起，连个律师都请不起啊！说不定你现在吃个8块钱的方便面，你还心疼呢。啊，为了投个什么跑鞋，你都欠了一屁股债呢，你还能告得了他啊？你死了这条心吧！我们只能吃一堑长一智。好
我们来深层的从技术方面来分析一下 GMT 它为何要这么做，清退它的基本盘大部分的大陆用户呢？我们都知道 GMT 对外打广告，有说是3天回本的，也有说是1个月回本的，夸张的有说是1天都回本的啊。我们就按照保守的来算吧，保守的算1个月回本来说，它的年收益就是1200%。那各位，你们觉得这么高的收益现实吗？现不现实？我给你们举2个例子啊。世界上最赚钱的公司苹果、微软的年收益也只有10%左右。微软呀、苹果呀，基本上是人人都有，人人都在用，它的市场占有率可以说是非常牛逼的，人家1年才能赚10%多。它 GMT 一个破鞋子啊，就刚成立了2个月的新公司，它怎么可能啊1年有1200%的利润？各位，你们都知道，只要是币安的项目，面具人我长期以来一直在揭露抨击币安的项目，吹牛逼无底线，什么牛逼他都敢吹，只要他敢吹，就有人敢信，傻逼多嘛。币圈又没门槛，人均小学生幼儿园的水平，连1+1等于4都算不清啊，在他眼里面1+1能等于8，反正1+1不能等于2。啊 ，GMT 吹牛逼说他有300万个用户，实际上呢，他的所谓的官方中文群里面，除了僵尸粉，活跃用户只有2-3千人，有时候呢，甚至连1000人都凑不到。你到晚上去看啊，在线的人不足1000人。各位，2-3千人、1-2千人和200-300万，那这差距可大了去了，对不对？啊，就像币安之前的那个项目，什么嘎啦呀、Sandbox 啊，也都吹自己有200-300万、300-400万的用户。而最后呢，崩盘了以后，实际上呢，用户也就几千个人，尤其是 Sandbox， 用户连2000个人都不到，还没面具人我的会员群多呢，是不是？这是他一个虚假夸大宣传的点，他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资金实力，懂了没？你看到的他的所谓的交易量和市值，都是机器人刷的单啊。那你给面具人我弄个机器人，我给里面放上个几万、几十万 U， 我一天也能给你刷出来几个亿。对不对？反正就没事，咱的左手倒右手嘛，是不是？手续费又不贵，这就是你们信，知道不？没脑子，蠢，傻逼啊！别人吹什么牛逼你都敢信。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就是它的核心经济模式 ，GMT 是以跑步挖矿、跑步赚钱、走路赚钱而闻名的。那你跑步挖出来的矿，挖出来的这个币能干啥？这个币本身是没有价值的，这个币啊只能用来繁殖你的鞋子。那你繁殖出来了鞋子以后，你的币的产量就会更高，你产量更高了以后，这个水分就更大。你走路跑步挖出来的这个币，连一碗8块钱的方便面都买不到啊！更何况那么多的大陆用户，2-3千人啊，我就给你打个。我不说你200-300万人了，我就说20-30万人都在挖，都在产，每天产200-300万的币啊！这个币谁来买呢？买来能干啥呢？啊，哪来这么大的用户来接盘呢？大家都在挖，都在做梦，1个月就回本。可是呢，当你买进来了以后，那就不是1个月回本了，币价跌了，1个月回本变成3个月回本了，你再买。再拉低均价是吧？好，你再买，再拉低均价，3个月回本又变成了6个月回本了。而且这中间你还没考虑项目方灌水，项目方自己要赚钱，他自己偷偷出货出币兑水的情况。项目方手里面的币是无限的啊，人家投资的项目、投资的公司开的盘子，凭什么让你们这些韭菜挖题卖呢？啊，人家项目方不赚钱了啊？人家项目方手里面没有 NFT 卖了，他手里面的鞋子和币都是无限的。你们把钱投进来了，你看好像是客户在交易，实际上是项目方在出自己的货，1年下来能翻10倍1个月回本3天涨5000倍从几毛钱涨到几百块，从几分钱涨到几十块，什么牛逼都敢吹。我看那些群里面天天在那说GMT 要去$100天天在那吹牛逼。GMT 从加池子之前到现在最高涨了500倍。那各位观众，我就想问你了，加池子之前你能买得到吗？
啊，那就像之前的鱿鱼游戏还吹自己一天涨了2000倍呢，啊，那钱你能赚到吗？咱不说别的，他吹不吹牛逼啊？光说他所谓的1个月回本，1年涨10倍，固定涨10倍，1200%的利润，那这种经济体系本来就是维持不住的呀。1年能有个10%的收益，都已经超出了大部分正规公司的盈利比了，超过了他们大部分的强势公司给自己的股民基金会的股东发放的分红了。我就不信了，这个 GMT 1枚服务2枚产品，它怎么样能达到这么高的收益啊？还有一个关键点啊，那就是大家也都知道，这段时间啊 GMT 一直都是被币安营销的啊。GMT 一出来，它的币就上币安了，为啥？因为 GMT 和币安是深度合作伙伴关系啊，项目方拿了大量的币安资本，而且还被币安控股。那这个项目方他又要给币安付利息，还要给币安分股份啊，同时呢还要给这些用户支付他们跑步挖矿赚的这个钱，让他们这个币价不能崩，要维持住币价啊。那你觉得多头息多头利润它能扛得住吗？再加上你看目前的华人市场也开拓的差不多了，没有新鲜的血液进来了，后续没有新鲜的钱进来，那这个前面的人割后面的人的庞氏游戏就玩不下去了，对不对？主要就是大陆人在玩 GMT 嘛，现在啊大陆人推广不动了啊，那前面的人都是累赘呀，前面的人都在挖矿挖提卖呀，这些人你不给他们把钱供上，他们迟早也是要出问题的。那长痛不如短痛，现在找个理由，哎，禁止大陆用户，就相当于直接把你大陆们的韭菜给烧掉了，就跟那个燃烧币是一回事啊，把你们直接给咔嚓了，让你们的币，让你们的鞋子啊废掉、冻结、贱卖啊，或者说扔到那儿不管了，怎么样都行，给你一个最后实现，你爱听不听，爱清零不清零，爱贱卖不贱卖。啊，过了这个时间，你的号就用不成了，你里面所有的东西都作废了，啊，那这样的话是一个妙招，把这些大陆人全部杀掉干掉，那他的经济膨胀就会减弱很多，反正钱已经到了项目方的口袋里了嘛，对不对？把你们杀掉就杀掉。那面具人，我认为啊，他接下来的剧本呢，很可能是杀掉这批大陆人，割完了韭菜以后啊。推出什么复兴计划，振兴海外市场啊，扩展全球用户，或者是推出新的理财包、新的理财产品，把盘子再扩大，或者搞一些新的概念啊，搞一些新的合作伙伴，这牛逼那牛逼了啊，什么机构了、风投了、融资了，然后呢把盘子再拉割，然后在社区里面主要就是抓特务维稳。说什么是因为台湾人讨论政治了，被中国的警方盯上了，共产党才迫害的啦啊！你们这些人啊，本来好好的盘子，非得要牵扯什么政治啊？他们现在的这个中文群里面的管理员啊，就是在发动群众斗群众。官方群现在都禁言了，只有那些个托儿在带节奏，要么就是喊你们抄底儿，要么呢就是说全球市场马上就要有大活动、大计划，要么呢就是说啊台湾人、香港人啊煽动政治斗争，所以呢害得大陆人被清零了、被清退了。这些都是摆地摊的小把戏啊。不过这个台湾人、香港人也真的是倒霉啊，又成了政治背黑锅的。总之呢，还是我那句话。项目方是要吃肉的，在大楼倒塌之前，让你们跑慢点，甚至让你们赶紧进楼，多打死你们几个贱种，他好多吃点肉。而你们所谓的网友们、家人们也都是这样，他自己想跑的时候，他想跑的点位高一点，他就告诉你让你抄底儿，然后呢他自己跑。人性就是这么的黑暗。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 ，GMT 现在肯定就是软崩盘，或者是搞一招什么金蝉脱壳啊！哎，他这么弄，他给出的最大理由，无非就是共产党监管、共产党迫害。那各位观众，你们觉得这个理由站得住脚吗？认为站得住脚的，请留言打1；认为站不住脚的，请留言打296。哎，这些狗逼项目方、low 逼项目方啊，无非就是这些摆地摊的骗人套路。
但是奈何币圈傻逼小学生韭菜幼儿园多呢？对不对？哼。以后他们还是可以说，大陆人想玩还是可以的，悄悄摸摸的、偷偷的玩，只不过呢，不能跑步了。你可以参加我们新的复兴计划、新的理财包、新的玩法什么之类的，巴拉巴拉巴拉的。嘿，面具人，我还是很良心的。这种土狗盘子啊，我一开始就告诉你们，不敢玩，不敢玩啊！娱乐一下可以，但是千万不要贪多，对不对？像什么 GMT 啊，还有昨天崩盘的那个 Pokemon 这些土狗我都没推过，给我多少钱我都不推啊！我毕竟还是要保存我自己的信誉的啊，因为我现在也不缺什么钱。你们见过哪一个币圈的博主像面具人我这样7期节目给你们送钱的？哈哈啊！我是不是好人？你们自己心里面有定数了吧？最近整个市场行情都不好，我在我的会员群里面都说过，接下来会有很多项目都会归零的啊，能跑的就跑啊。当然了，天无绝人之路，商场如战场，瞬息万变，而我们呢也要变化，改变一下我们的投资策略，找准更正确的方向，还是能赚到钱的。我目前呢正在转型实业投资，如果你们有兴趣跟我做生意赚稳妥钱的话，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进入我的投资协会。或者呢，你们还是可以继续待在这些个项目群里面，互相取暖呀，互相抓特务呀，甩锅呀，发动群众斗群众呀，抄底儿呀，梭哈呀。祝你好运，拜拜。